uma festa aí, né, mano? Meu Deus do céu, que porra é essa, velho? Right above you. What is that? On the wall. ¿Necesitas algo? Dinos, Samuel. Yo, 阳台幽灵。这段视频中，一名男子似乎对他新买的相机很兴奋，在某一时刻，他决定向他的朋友展示，却不慎捕捉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Uma festa aí, né, mano? Meu Deus do céu, que porra é essa, velho? Mano, eu vi uma coisa aqui, Thiago. Tem uma coisa aqui, velho. Velho. Tô falando sério, cara. Tô falando sério. Vem aqui comigo, cara. Eu vi uma coisa assim, cara. Maluco. 男子去阳台寻找那个从窗户经过的东西，但一无所获。Sério, vem aqui comigo, cara. Eu vi uma coisa assim, cara. Maluco. 就我个人而言，没有进一步的调查，很难说这个视频是真实的还是伪造的。虽然视频本身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也有可能被篡改或编辑过。然而，无论其真实性如何，这段视频确实在观众中引发了很多兴趣和好奇。守护天使。在这段视频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个路边的监控设备捕捉到一名男子在夜晚街上行走的画面，但突然另一名男子从背后袭击了他，把他打倒在地，受害者毫无还手之力。接着可怕的一幕发生了。一个可怕的生物从倒在地上的受害者身上投射出来，就像是一个守护天使一样，保护着他，并把攻击者吓跑了。这名男子是外星人吗？还是他有黑魔法呢？我可不想成为他的敌人。不速之客。这是装在院子里的监控设备拍摄到的奇怪画面。一天晚上，视频博主看到两个男人突然出现在他们房子外面，他准备过去告诉他们，这里是私人领地，禁止进入。不过，有些奇怪的是，这两个人出现后就一直一动不动，只有在某些时刻才能看到他们。之后，他们又消失了，这确实非常诡异。一起来看看。画面中可以看到，视频博主尝试与他们交涉，但他们没有任何反应。也许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是人类，而是某种超自然的存在，因此无法以人类的方式交流。镜头放大再看一遍，那里确实是有两个身影。有人说这可能只是普通的影子，但光源从哪里来呢？而且当手电筒照到他们时，他们就消失了。对此你怎么解释？车窗鬼影。这辆火车正在运送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货物，一起来看看这段恐怖的录像。这段视频是在火车站拍摄的，注意看火车上的窗户，它可能会让你汗毛直竖。你看到那张脸了吗？镜头放大再看一遍。那辆火车上有些不可名状的东西，
难道那是由于意外在火车站丧生的灵魂，久久不愿离去吗？我可不想乘坐这趟列车。舞蹈练习。在下面这段视频中，这名女孩正在为她的舞蹈课进行练习。她搬进新家后经常录制练习视频，但她总是感觉有人在监视着她。这是她第一次在摄像机上捕捉到奇怪的东西。在视频中可以看到，一个半透明的黑影漂浮在空中，在镜头前一闪而过。女孩察觉到异常后，吓得立刻逃离了这里。这个新家真的有鬼魂吗？也许这名女孩要考虑下，是不是应该搬离这里了。前世好友。这是一段婴儿房里的监控设备拍摄到的画面。在婴儿床旁边的椅子上，隐约出现了一个孩子般的鬼影，我们只能看到他的脸，看不到身躯和腿。一会儿后，这个身影就消失不见了。他会是这个婴儿前世的好朋友吗？一起来看看。上传者还在原帖中说道，视频中看到的闪烁灯光来自打开的电视机。他还说，发生这起事件的房子是1年前才建成的，这意味着应该不会有任何复仇的鬼魂在这里游荡。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也许更好的问题是，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这里建在一个古老的墓地上，扰乱了不安分的灵魂。也许在施工过程中无意利用了黑暗能量，造成了超自然现象，或者家庭中的创伤性事件可能会给房子打上情感能量的烙印，使其成为闹鬼的场所。但这纯属猜测，虽然我不知道这段视频到底显示了什么，但我们还是希望这所房子和它的居民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幽灵小孩。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电梯里拍摄的视频。视频博主表示，他和家人住在一个非常老旧的公寓里，在翻修前，这栋楼是作为酒店使用的。据说是因为酒店内发生过命案，导致酒店暂停营业，后来就改成公寓楼。视频博主夜晚的时候曾看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今天他跟着儿子走进大楼的电梯，准备回到他们的公寓。就在这时，他又捕捉到了一些非常神秘的东西。 Bro, right above you. What is that? On the wall. No, do you see that? What? Bro. What? 在视频中，通过电梯的反光可以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一闪而过，接着有2个手印凭空出现在电梯上，它们看起来很小，像是一个孩子的手。这栋公寓楼里有一个幽灵小孩吗？也许他太孤独了，想找个玩伴吧。衣柜里的秘密。视频的拍摄者用手机记录下了家中的闹鬼事件。在视频中可以注意到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在衣柜里砰砰作响。 ¿Hay alguien ahí? ¿Quieres algo? ¿Qué es eso? ¿Qué es eso? 突然，门自己打开了。 Inventes, ¿qué es eso? ¿Qué es? Se abrió,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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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abrió. Espérate, cálmate, cálmate. 一个奇怪的生物从柜子里探出头来，
视频博主和家人都被吓了一大跳。¿Hay alguien ahí? ¿Le podemos ayudar? ¿Necesitas algo? Dinos, Samuel. Samuel. 接着，博主在衣柜里寻找这个生物，但什么也没找到。Alúzame. Espera. No hay nada. No. 你对这个视频怎么看？请在评论中留下你的看法。下水道怪物。一些工人报告说，他们听到下水道里传来奇怪的声音。工人们强调，这种声音类似于人的声音。于是，经理决定查看监控录像，一起来看看摄像头捕捉到的画面。你认为这个生物是什么？不管这是什么，它看起来都不像人类。魔鬼之城，这是尘卷风还是魔鬼之城？一起来看看这段视频。观众们认为这是第二个选项。评论中有些人指出，他看到了一个身影深入了尘卷风中。有的评论者说，这是沙尘暴，是一种正常的天气情况。有的则相信，这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难道我们正在见证黑魔法吗？陌生人。如果有一个陌生人敲你的窗户，要求进入你的家，你会怎么做？这是一群在俄勒冈州的朋友所经历的事情。一个男孩声称听到有什么东西在敲他的窗户，还有一个奇怪的声音叫他出去。当他走进窗户时，他拍下来一些可怕的东西。What's wrong with you? What? Took my daughter. Burger? Burger? 那个可怕的生物要求进入房间，但男孩并没有开门。那个可怕的生物开始敲打窗户，男孩吓得迅速离开了那里。对于这段视频，你怎么看？鬼魂。这是一段家用安全摄像头拍摄的录像，起初看起来相当正常，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视频中，我们看到男子在白天从车里往外拿东西，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当他这么做的时候，背景中出现了极其恐怖的东西。一旦你看到这一幕，你将难以忘怀。一起来看看。突然之间，一个神秘的身影出现在画面中，站立了几秒钟，四处张望，然后就消失不见了。这个身影看起来就像一个裸体的鬼魂，简直就是直接从恐怖电影《遗传厄运》中走出来的一样。上传者在描述中写道，他当时并没有听到或看到任何人，而且附近也不会有人走到这片区域。这绝对是我近期看过的最令人不安的视频之一，因为它所展现的一切都是如此令人毛骨悚然。对此你怎么看？你认为这个视频是真实的吗？
如果是的话，你觉得这里发生了什么呢？是某种鬼魂在徘徊，还是完全另一种不同的情况？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你的想法。闹鬼的玩具店。一名叫马里奥的男子开了一家店，他的商店售卖玩具和毛绒玩偶。然而不幸的是，马里奥的店开在了一个闹鬼的地方。有一天，店里打烊后，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了这一幕，一起来看看。视频看起来毛骨悚然，你对这个视频怎么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说说你的看法。医院走廊。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医院总是隐隐约约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医院本应是让人安心的场所，患者去那里是为了康复。在你离开的时候，你应该会感觉自己恢复了健康，但很多人却觉得医院非常诡异和不舒服。TikTok 用户的一段视频给了我们更多害怕医院的理由。这段视频是在医院的一个走廊或隧道里拍摄的，看起来有点像是恐怖电影里的场景。Miren esa camisa anda sola, chicos. Estoy con los pelos de punta. Mira. ¿A ustedes les parece que me puede pasar esto?在整个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病人用的床自己沿着走廊慢慢移动，最后从拍摄者身边经过。虽然视频中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激烈或令人害怕的事情，但看到这张床在这家诡异的医院走廊里自己移动，让人感到非常不安。如果你害怕医院，那么这段视频无疑会加重你的恐惧。你认为这里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合理的解释吗？请在评论区告诉我。废弃的铸造厂。在探索这个废弃的铸造厂时，这个超自然现象调查团队在探索时感到害怕，似乎有什么东西藏在下面。你看见了吗？在我看来，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生物。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也许只是一种错觉，也许是住在楼梯下的精灵。包头僵尸。包头僵尸是印尼一种被困在裹尸布里的鬼魂。这段视频是在墓地中捕捉到包头僵尸在活动吗？事情发生在夜晚，视频显示的是一座墓地上正在举行葬礼。随着镜头缓缓移动，你可以看到远处有一个苍白的身影。这是包头僵尸吗？一些评论者认为是，但有的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这可能只是一个雕像。你赞同谁的观点呢？窥视者。
这段视频是由来自德国的一位博主录制的，他本人对超自然现象非常感兴趣，偶尔也喜欢用通灵板来尝试探索。你们中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并不是个明智的主意。他有一些有趣的片段，记录了在通灵板绘画期间发生的奇怪事情。然而，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他最近的一次旅行。他冒险去了安内利泽米歇尔的故乡，关于他的驱魔故事非常有名。他希望能在米歇尔旧房子的废墟中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不幸的是，它已经被拆除了，但是附近建了一座家庭棚屋，至今仍保留着。博主在检查棚屋时，可能捕捉到了一些他没想到的东西。在一根屋顶横梁后面，似乎有一张奇怪的脸正在窥视。博主表示，当时身边没有其他人在场，他也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根本就没注意到那个窥视者。很多网友在评论区里提醒他注意这个捕捉到的画面。对此你怎么看？这是来自另一个维度的生物，还是某个野兽呢？尼斯湖水怪，这是巨型水獭，还是尼斯湖水怪的宝宝？这段视频展示了一种奇怪的生物，看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一起来看看。这只狗对它的态度很友好，它靠得足够近，甚至想要亲吻这个生物。我感觉那可能是一块尼斯湖水怪宝宝的化石，你认为呢？换作是我的话，不会让心爱的宠物离它这么近，以免遭受危险。下水道怪物，一些工人报告说，他们听到下水道里传来奇怪的声音。工人们强调，这种声音类似于人的声音。于是，经理决定查看监控录像，一起来看看摄像头捕捉到的画面。你认为这个生物是什么？不管这是什么，它看起来都不像人类。山羊人，这是2022年10月25日发布到网上的一段视频。虽然视频相对较短，但相当诡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视频描述中提供了一些背景信息，写道：一名男子在检查他的蜂蜜时，注意到他家附近有一个奇怪的生物，并开始拍摄，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除此之外，这段视频相对神秘，没有人能说出它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视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什么生物？他想干什么？有些人认为他是传说中的山羊人，因为他的脚非常清晰。山羊人常常被描述为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的森林中徘徊。还有著名的波普湖怪兽，他被描述为一个山羊人，住在肯塔基州伊斯维尔的一个铁路桥下。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只是一个穿着戏服的人。你是怎么认为的呢？只希望这名男子现在一切都好，没有再次被这个生物所拜访。卧室鬼影。这位视频博主在家中捕捉到了诡异的一幕，这是他深夜在卧室里拍摄的。视频中，我们会看到卧室门后有些奇怪的东西。描述中写道，他那天晚上独自一人在床上放松，并拍下了这段视频给朋友们看。他当时没多想，以为只是角度或阴影的问题。然而，第二天早上再看时，他意识到拍到的东西实际上很奇怪，他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首先，我们来看看他房间平时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门对着的是一面空墙，墙上没有挂任何布料，门后面也没有任何家具。现在我们来看看拍到的内容。Yo, man, that's really scaring me right now. 从卧室门后，我们可以看到似乎有一个黑色的影子或头部向镜头窥视。假设这是一个普通大小的房间，如果这是个头部，那就意味着这个身体相当高。很多人都说这看起来像是一个鬼魂，因为它的颜色很暗，形状像人头。你同意吗？如果你有其他意见，请告诉我你对这个视频的想法。影子人。在这栋房子里出现了一个影子人。视频博主在探索这个废弃地点时，分享了影子人存在的画面。摄像师在一个门的拐角处发现了这个影子人。شيخ ورب الكون الراس اللعبة 你看见他了吗？视频中，老者诵读了一些祈祷语，试图让那个东西消失。就在这个时候，摄像师再次发现了他。这次你看见他了吗？看起来这个影子人像是在玩躲猫猫，他可能是孤独太久了。外星人。这段视频绝对会让你大惑不解，因为镜头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一起来看看。视频显示，一个高大的灰色外星人在摄影师的咒骂声中慢慢走开，天空中似乎还有直升机的声音。我们可以看到外星人的眼睛和脸部形状，
还可以看到他的手臂。原版视频比较模糊，于是我将增强版的视频也附在上面。你认为这段视频是真实的吗？它能证明外星人出现在地球上吗？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你的想法。螃蟹怪。这个视频的发布者表示，在我的国家哥斯达黎加，有人通过家庭监控摄像头拍到了这个东西。人们认为这是一种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生物，有许多传说都提到过这种像螃蟹一样的东西。你认为这个生物是什么呢？螃蟹怪吗？古老的洞穴。这是一段关于洞穴探险的视频，录制于一群朋友多年前的一次旅行。当地传说中提到那里能看到奇怪的观众和幽灵，但不幸的是，这群人运气不佳，至少他们一开始是这样认为的。分析录像后，他们注意到镜头中有一个诡异的身影。视频中的这个身影好像是一位穿着裙子的女子，说不定就是古代的某个幽灵。这种说法可信吗？当然，由于视频的年代久远，导致画质不佳，这确实无法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古老的洞穴里确实会存在很多未知的东西。地下室。想象一下，你正在地下室工作，专心做自己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一件极其奇怪的事情，让你质疑自己刚刚看到了什么。有一天，这位男士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一名男子发布了以下视频，称他的朋友在黑暗的地下室工作时，突然发生了这件事。Jensen, hör du mig? Hallå? Bro, vad fan?这个奇怪的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名十分诡异的男子慢慢走向拿着相机的人，吹着口哨，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在视频中的某个时刻，摄像师开始问这个奇怪的男人一些问题，比如他是谁等等，但这个奇怪的人没有回答。我认为摄像师在保持冷静方面做得非常好，因为我确信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会这么冷静。如果你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UV。今年1月，这名 TikTok 用户上传了一段视频。从那时起，这段视频就一直让人们感到害怕。在这段令人不安的视频中，博主感到外面有奇怪的动静，
于是出来查看。当时是一个大风天，他突然听到一些令人不安的声音从高处传来。当他抬头看时，屋顶上有一个奇怪的生物在移动，一起来看看。一个奇怪的东西在他们家屋顶上爬来爬去，这让他十分惊恐。原来博主认为这东西是一只幽微，幽微是澳大利亚民间传说中的一种生物，据说生活在内陆地区。据描述，幽微是一种像猿猴一样的多毛生物，直立起来有2.1米到3.6米高。幽微的脚被描述为比人类的脚大得多，但据称幽微的足迹在形状和色调上并不一致。幽微目击者提供的幽微脚印的数量和描述甚至比大脚怪的脚印还多。幽微的鼻子又宽又瘪。你是如何看待这段视频的呢？你认为那真的是一只幽微吗？黑影，这是2023年1月初上传的一段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在视频中，这个超自然调查团队深夜时分在一座废弃建筑物内进行调查。视频开始时，我们看到团队正在检查建筑内的一个窗户，窗户看起来像是多年前被某种枪击中了。这个地方已经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了，但就在你以为事情不可能再变得更诡异的时候，镜头向上移动，一瞬间出现了一个令人脊背发凉的东西，一起来看看。 Okay. That's a bullet hole. Well, it looks like, or a rock, but I think a bullet hole would make more sense. Well, because I think a rock would just shatter the whole thing. It's not fast enough. Right. Well, because I think a rock would just shatter the whole thing. It's not fast enough. Right. 你看到了吗？非常的快，一个影子般的东西出现了，然后又以同样的速度消失了。按照这个黑影移动的速度来看，不像是正常的人类。那么这个黑影会是一个幽灵吗？你认为那个房间里有什么呢？月球表面。这段视频是由一位天文学爱好者拍摄的，似乎展示了一个奇怪的发光红色物体在月亮上方移动。我们一起来看看。视频中，人们的注意力被一个迷人的景象所吸引，一个神秘的红色发光物体赫然出现在月球附近。这鲜艳的红色与月球景观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剧了谜团，使得观众们对这个荒谬现象的起源和性质产生了疑问。有人说它可能是外星飞船，而另一些人则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大气异常、天文事件，甚至是人为制造的物体等现象。无论这个神秘的红色物体是自然天文现象的产物，还是外星科技，这段视频都证明了人们对未解之谜的持续着迷。临终关怀。当一个人即将离世时，他的视力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这段视频的内容是一位96岁的奶奶在临终关怀中心时的画面。这位身患绝症的老奶奶看到有人站在她的旁边。What is amazing, Mom? Can you see this little pink girl here? The pink girl? No. You can't. No, I can't see the pink girl. 她看到了别人看不见的东西。Party toiler. Harder. They're having a party? Who's having the birthday party? Oh, I don't know. 细节生动，但同时又模糊不清。奶奶是看到了过去还是未来呢？她是在重温一段记忆吗？还是她即将进入永恒的极乐？许多评论者分享了自己在医院与父母或祖父母相处的经历，这些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很相似，有时候他们也像这样平和。有一个评论者写道：我祖母生前看到了一些东西，她会非常沮丧，因为其他人都试图告诉她那里什么都没有。我告诉我的祖母，我相信你。后来她松了一口气，焦虑消失了，最后祖母平静地离开了。当然，有时他们令人感到恐惧。另一位评论者写道：我爸爸在临终关怀中心住了3天，一到房间他就害怕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他说有东西试图从柜子和镜子里逃出来。我认为这些其他类似事件的叙述也增加了这段视频的真实性。飞天女巫，这段疯狂的安全监控录像拍摄于2018年午夜时分。看过之后，你可能得找些盐来辟邪，请仔细看。那看起来真像《绿野仙踪》里的西方恶女巫。你见过女巫吗？评论区告诉我吧。山羊，这只山羊是被附身的吗？这是 TikTok 上的一段视频。注意看那只山羊，它会像人一样走路。视频中，一只大山羊用2只后蹄异常直立地行走，它的前腿像手臂一样自然地垂在前方。它蹒跚前行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是被鬼魂附身了，又或者它正在进化吗？我的观点是，这只山羊可能是被训练成这样的，以便让小鸡跟随它。说不定它正在为马戏团的表演做准备。窥视者，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身影正在窥视，你可以感觉到他的目光正在灼烧你的灵魂。一起来看看这段可怕的视频。Konuşsana. Konuş. 他静静地坐在那里，用那双发光的诡异眼睛注视着。Bayağı güçlü çünkü hemen kaybolmuyor. 这个生物的不动声色可能让它看起来无害，但我敢肯定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这个东西是邪恶的，最好远离它。奇怪的生物。一名女子驾车行驶在路上，突然发现前方树枝上有个奇怪的东西。这段视频非常清晰，而且是在白天拍摄的。视频放大后可以看到，这个生物长着一对很大的翅膀，但它的头部和脚部明显不是鸟类的样子，这肯定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你觉得这个生物是什么呢？外星人还是变异物种呢？评论区告诉我吧。山洞野人，
这位 TikTok 用户在自己的账户上发布了一段视频，称自己在墨西哥游玩时，在镜头前捕捉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东西。一起来看看这段视频，看看你能否从中发现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看到一名奇怪的男子从远处的一个山洞里走出来，盯着远处看了好一会儿，最后又退回到山洞里。这名男子身上并没有穿衣服。这段视频的上传者坚称，他成功地录制到了墨西哥野人。毕竟，哪个正常的人类会住在这么高、这么偏僻的山洞里呢？爬行怪。这段视频是一位女士深夜开车回家的路上拍摄的，她走的是常规的路线。她说，不知从哪里跑出来一个女性模样的生物，在她的车前停了下来，她被吓得不知道该如何反应。这到底是什么呢？这是有人抱着必死的决心，以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姿势在路上爬行吗？还是其他什么生物呢？你来判断吧。沙尘暴。这个视频可能捕捉到了世界末日正在上演。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可怕的画面。2022年7月下旬，这场巨大的沙尘暴席卷了中国西北部，导致该地区数百人被困或滞留。这只是近10年来席卷蒙古和中国的多次最严重的沙尘暴之一。据估计，有160万头牲畜在这些风暴中丧生。我的建议是，遇到这种情形时，检查车辆周围的交通状况后，立刻安全驶离道路。千万不要等到能见度太低才离开。幽灵观众。当你正在为粉丝进行直播表演时，你能确保只有粉丝在观看吗？请留意舞者后面楼梯的顶部。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身影出现在楼梯顶端，但女孩只在片段最后才注意到这个可怕的观众。那个身影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幽灵还是一个变态狂呢？不管是什么，这个女孩似乎都很危险，快点离开这里吧。会动的井盖，这是巫术吗？沉重的井盖为什么会这样移动呢？你觉得这个井盖为什么会这样动呢？评论中有些人表示惊讶，因为井盖重得惊人，但我猜这只是意味着有大量气压通过井盖溢出。除此之外，只能用超自然现象来解释了。
半个身躯。下面的片段是由超自然频道录制和分享的。视频博主自称是超自然爱好者，他遇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视频的描述如下：我无意中拍到了这个，我把它发到了我另一个频道，有人发现了它。这是未经编辑的原始材料。我正在测试新买相机的变焦功能，拍视频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是，拍完之后我病得很重，差点死掉。我想知道我拍到了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警告我？直到我回头查看一些旧素材，我才意识到这一点。我知道人们会认为这不是真的，但这是原始视频。我相信里面有什么，但我也无法证明。视频中的那个身影只有上半身，看起来像是一个身躯悬浮在空中。这名男子在这里拍摄到了鬼魂吗？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一个稻草人，但结合男子的遭遇来看，我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有点太奇怪了。奇怪的拍摄。接下来的这段视频似乎是从一个老旧的电视节目中截取的。旁白者解释说，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夜空中出现了几个奇怪的光点。一名叫吉娜·琼斯的女士似乎拿出了她的摄像机，拍摄了一段你很久没看到过最迷人的视频。然而，她不仅捕捉到了天空中有趣的东西，还成功记录了她在录像时附近窗户里极其奇怪的东西。一起来看看。 There was one point in time where they were in a form of what looked like maybe a check mark, and that's when the airplane had flown through. And you can notice in the videotape that right before the airplane flies through is when they're in the formation of a check. And as soon as the camera goes back to the lights, they're scattered. And that was for a split second when whatever it was went scurrying across the window sill. 这些视频让人不禁好奇，吉娜是否拍摄到了一个在这扇窗户里徘徊的鬼魂，或者是一个外星人？考虑到拍摄视频时天空出现了大量奇怪的光点，这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无论这东西是什么，这无疑是一次相当恐怖的经历。遛狗。一位狗主人可能找到了一种让狗自己遛自己的方法，或者他们可能发现了隐形的力量。这是 TikTok 上的一段视频，让我对一切都产生了疑问。你可以看到狗的牵引绳在空中，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在牵着它走。评论区的网友进一步挖掘了这个故事。有个网友说，去世的主人有时候会回来遛狗。有的评论者提出了更离奇的猜测，这可能是哈利波特穿着他的隐形衣。有的则说，狗主人开启了蓝牙遛狗模式。我的观点是，狗的主人在院子里拉了一根线，牵引绳就连接在一个可以滑动的装置上，这样可以让看门狗在院子里自由走动，但不会逃跑。缝纫女工之魂，这个灵魂想拿走这台缝纫机。视频博主分享了这段监控录像。缝纫机被某个看不见的东西拖走后，女孩们都被吓了一大跳。这个鬼魂生前可能是个缝纫工吧，要不然呢？
闹鬼的房子。在这所闹鬼的房子里，鬼魂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这是房子内的监控设备所捕捉到的画面。椅子自己动了起来，并且幅度非常大，接着又是桌子。我的建议是，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驱赶这个幽灵，它似乎带着极大的恶意在作祟。女鬼。以下片段来自 YouTube 频道最黑暗的秘密，这是一个专门展示不可思议的超自然记录的恐怖频道。在这所闹鬼的房子里，没有人能睡个好觉。我在 Breakman 这个 YouTube 频道上看到了这张图片。相关视频显示，一名妇女和她的孩子们无法获得片刻的休息。当那名妇女查看厨房无果后，她努力让自己的孩子重新入睡，然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位女鬼确实非常吓人，我很担心这对母女的安全。女孩的遭遇。一名年轻女孩沉浸在与玩具的嬉戏互动中，并拍摄了一段视频，热情地向朋友们分享了她一天的经历。然而，在表面之下却隐藏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氛围，这让女孩的家人深感担忧。We were messing around with my little sister's camera. It's weird. Okay, I'm just gonna show it to you. Just okay. 女孩的姐姐将这段视频上传到了网上。不可否认，这段画面确实带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氛围。我们一起来看看。Hey guys, today I'm going to show you my Skibidi toilet collection that I just got today. We went to a toy store and they had all of these things like this cameraman, these tiny little action figures, this big Skibidi toilet, and these ones. And then we actually found these Skibidi toilet shoes and they say Skibidi toilet on them, and I'm gonna wear it to school tomorrow. A lot of kids at my school like Skibidi toilet. I saw my friend the other day and we went on a walk and we also got ice cream that day, and I'm having a lot of fun.起初，这段视频看起来非常平凡，但到了中途，女孩的表现突然发生了变化，好像有某个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立刻引发了她的不安。从她的表情来看，她被恐惧所笼罩着，似乎在那一刻动弹不得。幸运的是，
他设法在事态进一步升级之前离开了现场。仅仅几分钟后，视频捕捉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一个黑影从门口经过。虽然画面模糊不清，但姐姐坚信她妹妹遭遇到了超自然现象。至于女孩到底看到了什么，目前尚不得知，因为所提供的上下文信息有限，我们只得等待姐姐的更新。奇怪的影子。这是一段非常诡异的视频，视频的上传者提供了一些背景信息，内容如下：我昨晚外出时，在晚上11点半左右检查了我的监控摄像头，看到了这个。凌晨1点我回到家，进门前我检查的摄像头，它还在那里，但我一打开门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它也从摄像头中消失了。让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拍到了什么。只需要快速浏览一下视频，我们就能分辨出这台监控摄像头到底录下了什么。它似乎不是什么生物之类的东西，而是一个非常小的超自然实体。我对所有的视频都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们几乎都是由镜头上的灰尘颗粒或虫子造成的。然而，在这段视频中看到的东西有点难以解释了。那么你认为这段视频中发生了什么呢？是监控录像中出现的鬼魂，还是另有隐情呢？说说你的看法吧。可怕的魔鬼。深夜时分，这群人驾车经过一个乡间小路时，遇到了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子。他们认为这可能是某个需要帮助的人，就停下车过去查看。队员们逃离了这个怪物，但后来他们准备回到车子上时，却发现车子已经被怪物劫持了。当一个可怕的魔鬼面孔生物开走你的车子时，你会怎么办？我想这比噩梦都还可怕。伦尼托的遭遇。伦尼托因记录自己与超自然现象的遭遇而闻名。一段时间以来，伦尼托在他的住所里经常遭遇无法解释的现象。他经常在凌晨3点这个不祥的时刻醒来，听到浴室附近传来奇怪的声音。这次，伦尼托被房间里的骚动声吵醒，这促使他决定去调查一下，并拿出相机开始记录。以下就是他拍摄到的画面，一起来看看。Ya no sé cómo... Se cayó de acá un botín. Ya igual a estas alturas. Miedo ya no tengo. Concha de su madre. Esos hijos de puta. El coche yo no lo dejo ahí aparte. Siempre aparece el coche en cualquier lado. Ya no sé qué. Hijo de puta. Benji, vení acá. Vení, Benji, acá.
Se me desvanecen las piernas ya. Ya no sé cómo vivir. Benjamín, vení conmigo. No te vayas, vení. Quédate acá. Quédate acá. Deja de ladrar, quédate acá. ¿A dónde estás mirando, Benjamín? Vení acá, Benjamín. Vení acá, Benjamín. Andate, hijo de puta.除了目睹物体自行移动外，伦尼托还经历了一次可怕的遭遇。他看到一个苍白而恐怖的面孔从门的另一侧窥视。当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一个神秘移动的球上时，那个面孔迅速消失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伦尼托再次醒来，他感到有一种被人监视的不安感觉。他迅速拿出相机，他这次捕捉到了一些真正令人不安的画面，请仔细观看。Increíblemente no son las 3 de la mañana, 1:15 pasada, y sentí que alguien me observaba mientras dormía y me desperté. No sé si realmente era una parálisis o algo de eso o era real. No sé. El muñeco ahí, la concha de su madre. Están cayendo las cosas acá. Se prende la tele sola. Tengo el control ahí. Tengo el control ahí de la tele. Se está moviendo cosas deletantes. Se acaba de mover esa botella de ahí. Hijo de puta. Eso. Hijo de puta. Me acaban de dar un golpe fuertísimo. Y se metieron ahí en el baño. Me dieron un golpe fuertísimo en la espalda. Bien, una sombra negra, no sé qué era. Hijo de puta. Hijo de puta, no me deja entrar. Bien, ahora de afuera. Hijo de puta. Estoy grabando porque me dicen siempre que hay alguien escondido y no hay nadie. No hay nadie. No hay nadie acá.「在这段令人不安的录像中，可以看到一双诡异苍白的灰色手出现在浴室窗户上。然而，经过调查，伦尼托没有发现有任何生物藏在那里。这让我们不禁思考：伦尼托的住所真的被鬼魂缠身了吗？还是这起事件只是精心策划的骗局呢？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怪物。在这段视频中，一家人正在家里弹吉他，可能正在享受着夜晚的宁静与平和，突然就发生了这个。Astagfirullah, itu tuyul itu astagfirullahaladzim, itu belum itu dari gerencia。很明显，这家人住在楼上，这使得任何生物上楼变得不太可能。更可怕的是，好像只有拍摄视频的人才能看到这个生物的样子。Tergila si Papi Santo na po. Di.
Lo onita tu hijirin siya tu yun. Eta hijirin siya tu yun ta. Eta nyamperin siya ta. 仔细查看视频中的图像，我们甚至可以发现这个生物的面孔酷似外星人。然后这家人又开始演奏，但是录制视频的人再次打断，警告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奇怪的生物。Tadi lompatkan dia dah kaki kirim satu yuk. Asuploji berpenaingnya tadi. Di. Terpenaingnya tadi. Aku bisa terempuk. Di. Terblunder penaing di. Terpenaing bener aingnya kok. Di. 我把视频调亮后，就可以近距离看到这个生物。当时他跳向了拍视频的人，他看起来像是某种灰色的生物。Asuploji berpenaingnya tadi. Di. Terpenaingnya tadi. Aku bisa terempuk. Di. Terblunder penaing di. Di. Terpenaing bener aingnya kok. 又一次，拍摄视频的人试图说服他们那里有一个奇怪的生物，但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看到或相信这种可能性。他们又开始演奏和唱歌，但是拍摄视频的人再次警告他们关于这个地方的奇怪生物。你可以看到这个生物莫名其妙地移动到了另一所房子。你对这个视频有什么看法呢？关于这段视频的真实性，确实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一方面，视频中的生物行为异常，而且似乎只有拍摄者能够看到它，这增加了视频可能被篡改或伪造的嫌疑。另一方面，我们无法完全排除视频是真实的可能性，毕竟世界上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和未知现象。精灵。这段视频是在墨西哥拍摄的，在视频中，一群朋友夜晚聚在一起，讨论着我们无法解释的事情。然而，在某个时刻，负责拍摄的那个男孩将相机转向另一个地方，因为他可能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从树林中走出来。关于这段视频的真实性，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可能认为视频中的生物是某种未知的小精灵，而另一些人则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可能只是一个精心制作的伪造品。大脚怪。几个月前，视频博主在网上发布了一段极其神秘的视频，该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关于其真实性的争论不断。这段视频一开始看起来相当正常，画面显示的是博主在一艘船上，
他正随意地拍摄着周边的美景。刚开始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随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视频中的某个时刻，可以看到一个与大脚怪非常相似的神秘生物在不远处的森林中徘徊。但这真的是大脚怪吗？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呢？你认为视频博主那天到底拍到了什么？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二次元身影。这个视频的上传者分享了以下事件。他说，有一天晚上，他正住在姐姐家时，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他写道，最疯狂的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凌晨3点左右，我被床旁边的灯光刺醒。这段画面是用手机拍摄的。我在镜子中捕捉到了一个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身影。当镜头对准镜子时，里面出现了一张鬼脸，但当镜头对着柜子时，我们却看不到任何身影。这会不会是另一个时空的东西被拍摄到了呢？有人猜测是这样的。作为参考，他在白天拍了2张照片。第二天晚上，他再次进行了拍摄。这次似乎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难道上一次晚上拍摄到的那个身影只是个巧合吗？很明显，那天晚上有别的东西和他在一起，那东西就躲在桌子下面。这可能是一个幽灵吗？人们说它看起来有点像恶魔，非常令人毛骨悚然。你觉得那晚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对他来说，肯定是个难忘的夜晚。阿巴拉契亚山脉。达斯汀居住在美国田纳西州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复杂地形中，这里的地形形成于 4.8 亿年前。这片古老的山脉比大多数陆地生命还要古老，孕育了丰富的民间传说和关于超自然生物存在的信仰。一天深夜，达斯汀被窗外传来的奇怪声音所吸引，这迫使他去调查骚动的源头。So, it's 2 o'clock in the morning again, and I kept hearing shit. There's a security light right over here, and it just was on, and then it went off. Oh, it just came on again.
声音又传来了。达斯汀最初没有发现什么，然而几天后的夜晚，当这些令人不安的声音再次响起时，达斯汀的好奇心被激发了。值得一提的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居民普遍遵循一个信条，那就是如果你听到或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就当作没听到或没看到。然而达斯汀决定违背这个传统，找出问题的根源。在随后的一个夜晚，当他走进厨房拿零食时，一个不祥的骚动打断了他的日常，促使他本能地拿起相机记录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I was just trying to get me some trail mix and这段诡异的画面捕捉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一个声音仿佛是达斯汀自己的声音，阴森地恳求他开门。细心的观众迅速认出这是一种模仿现象，并警告达斯汀不要开门，直到安全的黎明到来。然而，尽管有这个不祥的警告，接下来的夜晚，令人不安的事件不断升级。there's something on the roof. “这段令人不安的故事还在继续。视频捕捉到了屋顶上令人毛骨悚然的移动声。每个夜晚，骚动的强度都在增加。Everybody last time got fucking pissed at me. Open the door. Because I opened the door, so I'm not going to do that this time, but it's back. Please help me. Oh 达斯汀认为家里有不干净的东西，于是他产生了离开家里的想法。但当他和朋友一起去当地的海滨码头游玩时，又遇到了奇怪的事情，这打消了他只要离开家就能找到安宁的念头。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描绘出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Okay, so here we go. Here's some water. Did you hear that? Like, here's some more. I know, she kind of look rickety. Oh. She very rickety. But, so apparently some people, they live out here, and then other people, they just, like, rent it for the seasons. And, I don't know. I feel like I couldn't live on the water. Oh, fuck. Ooh. Yeah, I hate that shit. Anyways. I tripped. But I thought I heard something, but yeah, we should probably head on because it's like starting to rain and stuff, but
heard like footsteps or something. We gotta go. We gotta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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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达斯汀和他的朋友在码头散步时，一个看不见实体的声音在他靠近水边时催促他跳下去，这打破了他们的平静。随后，摄像机捕捉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身影在背景中鬼鬼作祟。尽管达斯汀的朋友就在他前面，但这并不可能是他的同伴。当他们面对一个可怕的声音时，恐惧笼罩了他们，迫使他们匆忙撤退回到家中。然而夜晚并没有带来安宁，达斯汀被一个恐怖的存在惊醒。达斯汀试图从令人不安的事件中寻求庇护，于是去他父母的住处寻求安慰，却发现自己也被同样令人不安的噪音所困扰。无处不在的不安感表明，那个邪恶的存在正在无情地追踪他。为了对抗这股神秘的力量，达斯汀决定加强防范，安装安全摄像头，以捕捉这一无法解释现象的证据。不久后，其中一个摄像头捕捉到了一些真正可怕的东西。So I just got home from work, and I found this on the ground. And I don't know if you can tell, but it looks like it is busted. 监控录像显示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达斯汀的狗在诡异的声音和令人不安的噪音出现之前突然逃离，暗示着动物对即将到来的危险的敏锐和感知。随后，达斯汀下班回家时，看到了他的安全摄像头被毁坏的情景。这是那股邪恶力量对他公然挑衅的信号。超自然活动的持续攻击达到了临界点，达斯汀无法获得平静，陷入了情感上的困境。他考虑彻底离开阿巴拉契亚山脉，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与这片他曾称之为家的土地断绝联系的艰难抉择。另一位视频博主艾丽也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居民，他分享了自己遭遇的无法解释现象。有一次他和朋友开车时，车突然莫名其妙地熄火了，迫使他们与未知事物进行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对抗。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My door is locked. Oh my god. I can't even get out. Can I unlock it? There we go. Okay, hold on. You figure it out. I want to know why Press the button back right there. Right there. On the door handle, like above the door handle. Above the door handle. You see it? Yeah. I don't know. What are we gonna do?
What now? I guess we'll have to walk to the store. Hey. What do we do? What was that? I don't know. Did you hear that? Yeah, we better get back in the car. Yeah, we better. Oh, no, it's locked. Why is the car locked? This is scary. Oh my god. Okay. Did it lock? No. What's the deal with this car? I don't understand. You'll have to unlock it for me. Something weird has happened with this car. What's going on? I don't know. Let's see if it starts. It started. Waiting for connection. Bluetooth connection success. What was that? Ashley, I do not like this. Oh my god. Let's get out of here. Go. Does it run? Is it working? Yes, it is. It's working. Thank God. 当他们的车在荒凉地带突然停下时，一个无实体的声音打破了寂静，召唤着艾丽和她的朋友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当他们下车后又重新回到车上时，一阵不祥的敲门声在车窗上回荡，进一步加剧了已经紧张的气氛。观众们仔细审视这段录像的真实性，一些人认为艾丽之所以能保持镇定，是因为她对这片区域的地形很熟悉，而且有可能这不是她第一次遭遇类似的事情呢。那么问题来了，在这片古老的阿巴拉契亚山脉，真的有很多幽灵在这里游荡吗？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神秘的脚印。在宾夕法尼亚州树林附近的一个偏僻地区，住着一名叫凯特的女子。一个寒冷的早晨，凯特醒来，发现外面地面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然而，她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后门外的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吸引了过去。Good morning, guys. It is literally 5 a.m. and I opened the back door to put some dry food out for the stray kitties. And there are people feet printed all over my deck in the snow. Okay, I'm gonna open this. I'm not going out there. Do you see this? They start over there. And it like barefoot walks up to the table. There's nothing coming up to the... Maybe there is some coming up to the door. What? And I don't see any in the yard. What is this? I see them kind of coming out of the flower bed. They stop there. I thought maybe they would have walked off through that flower bed, but I don't see anything there. It's like one straight line from out in the yard up to the door, turned around towards the table, and then just stopped moving. That one has like 1, 2, 3, 4, like 6 toes. That's 6 toes. So is that one. 1, 2, 3, 4, 5. It is 16 degrees out. I have not gone outside yet. My cat came and woke me up, hysterical, probably because there was some barefoot person on the deck. I'm just more concerned about like a mental health crisis because there's no reason to be out there barefoot. 考虑到这种情况，凯特感到不安是可以理解的。他担心可能有人在寒冷的天气里赤脚在外徘徊，处于危险之中。出于责任，他联系了警方，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然而，令他感到宽慰的是，警方告诉他附近并没有失踪人员或非法入侵的报告。尽管心中仍有疑虑，凯特还是认为自己已经采取了适当的行动，并努力忘记这次令人不安的事件。然而，
将近2周后，那些神秘的脚印再次出现了。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ve had snow since the initial footprint sighting. Do you see that? They're barefoot again. They're in a different spot than... Look at my shadow. So those prints are in a different spot than when we had prints before. I'm gonna stay right along the side so I don't interfere. Those are definitely very bare human feet, but there are not 6 toes on these that I can tell. I don't know. Though those are very clear toes right there. So the house next door has nobody living in it, so I'm not sure why the prints would be coming from that deck. Happy New Year. 凯特被反复出现的神秘脚印搅得心神不宁，于是主动采取措施，在住宅外安装了2个监控摄像头进行监视。然而，令他困惑的是，那个神秘的赤脚陌生人却再也没有出现过，至少目前还没有。这种消失让凯特开始思考这个现象的本质，它是超自然事件，还是有什么更险恶的原因？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